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要去白楊寺去體驗寺廟住宿的活動。寺廟住宿呢，顧名思義就是去寺廟住一晚。那你要去體驗僧人的生活，也要去吃寺廟的一些蔬食。這個活動在韓國已經推行很久很久。那韓國全國各地的寺廟其實都可以參與。我其實也知道這活動很久，但一直就沒辦法下定決心去參加。這次會決定要去有2個原因，第一個就是去年的時候，好像 Hebe 田馥甄他就有來韓國的白楊寺，他就有去參加那個 Temple Stay， 就是寺廟住宿的活動。然後我看他的照片，覺得好像還不錯耶，好像整體的環境還有食物啊，好像都還蠻不錯的。那剛好這個月韓國政府有一個，就他們在推動旅行的一些活動。那這個月像外國人身份申請寺廟住宿的話是半價，所以我覺得哇，那就擇日不如撞日，趕快來參加。從首爾到白楊寺搭車大概要3到4個小時，沿路還要轉車好幾次，搭到真的是有一點頭昏腦脹。但下車之後看到這些風景，就會覺得哇，真的一切都值得，因為真的太漂亮了。白楊寺雖然它的位置比較偏遠，但是其實生活機能都還不錯，沿路都還有看到一些超商、餐廳、咖啡店啊這一些。到白楊寺的時候會看到寫有 Temple Stay 的路標，跟着指示走就會找到辦公室。這邊有一個英文非常好的負責人，他看到我是外國人，他就用英文跟我解釋一下這2天的行程，然後並帶我去我要入住的房間。房間比我想象還要大很多耶，而且浴室也很乾淨。現場還有提供棉被、枕頭，還有女生很必要用的吹風機。除此之外，毛巾和盥洗用品都要自己帶。我本來以為環境會很簡陋，結果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韓屋，而且外面的風景也很美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參加 Temple Stay 的人都要換上廟方準備的淺藍色的背心，還有綠色的褲子。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人跟你穿一樣衣服的人，你就會知道，哇，他也是來參加 Temple Stay 的一個朋友。在吃晚餐之前，這邊老師先帶我們去參觀一下整個寺廟的環境，還有告訴我們一些相關的注意事項。而且他剛那個老師，我很喜歡他的一個點是，他都會介紹說，我們明天會有什麼樣的活動，但是如果你不喜歡，你通通都可以 pass， 就是甚至你都可以站在旁邊看都可以。它其實非常非常給大家很大的彈性，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好，就是你來參加這個活動，你就不會覺得好有壓力，我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，而是你就是可以先脫離日常生活，來到一個還不錯的環境來體驗一下。接下來要吃晚餐啦，這邊的食物全部都是素食，主要是青菜、泡菜、豆芽湯。還有蔬菜煎餅和水果。至於味道嘛，我覺得有一點鹹，跟我以前吃的台灣素食不太一樣。吃完之後，我們來做木魚。聽到的時候想說，木魚是師父念經在敲的那種嗎？結果韓國這邊有一種木魚，它就是用木片做成的魚，那我們可以在上面畫出我們想要的圖案。老師簡單介紹做法之後，就讓大家開始動手做，去畫這個木魚。在畫的時候，我就在想，這是 Temple Stay 怎麼這麼好玩？跟我想象那種很嚴肅的形式不太一樣。畫的時候，後來我才想到，因為我這次報的是體驗型的寺廟住宿，所以活動內容都走一個輕鬆簡單路線，不會有太多太密集的佛教儀式。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玩的。那畫完之後，我們今天的活動就結束，晚上9點就要準備就寢，因為隔天還要非常非常早起。
第二天凌晨4點半，我們就要起來，然後到大殿去禮佛。但我們寢室不小心睡過頭，之後一路狂奔到大殿。這次念的是般若多羅蜜心經，可能有接觸過佛教的一些人，可能也大概聽過這個經文。台灣也會念這段經文，只是韓國的佛經會用韓文去標示發音，這點讓我覺得蠻特別的。原來世界各地的佛經都一樣，只是會用各自國家的文字去標示發音，也會用各自的語言去解釋經文的意思。凌晨的禮佛其實時間很短，一下就結束。念完之後還有一個15分鐘的晨間冥想，我還蠻喜歡這個段落的。透過冥想可以讓自己大腦稍微冷靜一下，結束之後也會覺得很放鬆。早餐一樣是素食，沒有得選。那主廚可能有聽到我心中的吶喊，今天煮的比較清淡，沒有那麼鹹。那主要都還是山上的一些食材去組成的料理，主打一個食物的原味。那我們今天早餐要吃飽一點，因為呢，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行程，就是我們要去爬山，去山上的藥師岩，去那邊。也就去那邊參觀啦。這次的活動還蠻多外國人參加的，所以他們現場就會分成韓文組還有英文組。我的話，我就想說，我韓文應該還可以吧，然後我就參加韓文組，就跟韓國人一起去聽老師講解，然後一起去爬山。一開始呢，我還可以聽得懂老師在講什麼，但到後面我真的就是直接放空晃神欸。我覺得對老師有點抱歉，就是其實他講話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放空，因為他在講一些韓國的典故啊，然後歷史啊，甚至是佛教經典的時候，有一些單詞我真的是沒有 get 到，所以就覺得就大概懂一下那個意思，然後或是我自己再問 AI 去查那個資料。那但他這邊真的有一個英文很好的一個負責人，然後感覺他跟外國人都解釋得很清楚。只是我覺得如果韓國的歷史，尤其有一些專有名詞，那個用英文去講，我可能會更聽不懂，所以我最後就乾脆就還是留在原本的韓文組。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一直爬山，爬到一個很高的山去看那個藥師岩。走了300階到山上之後，到這個就是山中的那個藥師岩，然後這邊有一個法師是長時間住在這邊。那我們從上面呢就可以看到，我們剛剛是從下面的白楊寺這樣一路爬上來，其實它高度還蠻高的。藥師岩再更往上面爬的話，會到靈泉窟，這邊會有一個山泉水。在韓國的歷史裡面，他們會覺得說，這個靈泉窟流出來水呢是可以治百病的，是會對身體有幫助的，因為它也是跟那個藥師岩的典故有關。藥師的顧名思義就有點是，它是可以去治療眾生，然後讓眾生都獲得健康的一個佛祖嘛。所以他在這邊的靈泉窟的水，也很多人會特別來這邊取。那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，就有一個韓國女生，她正帶了2大桶空桶子來這邊要裝那個靈泉，因為她說她媽媽好像生病了，她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祈願，幫她媽媽祈福，帶那個水回去給她媽媽，希望她媽媽可以獲得康復。那我聽到的時候還蠻感動的。
後來我們又在山上來喝咖啡，然後吃一點小東西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下山結束了。整個行程其實還蠻鬆散，還蠻輕鬆的。說真的，這2天好像也沒做到什麼事，然後一下就結束了。剛來的時候會有點不習慣，覺得說，怎麼沒有很密集的行程，好像蠻鬆散的。就想說，這樣真的可以嗎？直到剛剛老師帶我們去爬山，在山上又帶我們做了一次冥想。他就說，其實我們睡覺呢，並不是真正的休息。反而是冥想還可以讓大腦真的休息，我覺得是真的是要整個活動都參加完，你才會感覺到我好像真的有休息到了。那個休息有點是真的就是離開你原本生活的模式，那個緊湊跟那個步調，然後重新用一個新的態度來面對現在的生活。真的是就是做完這一整個過程之後，你才發現其實生活很簡單。原來我們真的都被太多未來還未知的事情給控制住了。總之，非常喜歡這次的 Temple Stay， 我覺得這邊的感覺真的超好，主要就是環境很好啦。就算你來這邊，你只是要住宿體驗，我覺得也很推薦。